4年一次的赚钱机会终于来了。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呢，只要你押对谁赢谁输，毫不夸张的讲，你的财富呢将会最起码翻1倍，因为历史呢只会不断的重复，没有例外。每一次我们都是这么赚钱的。这钱比你去买什么世界杯总冠军啊，到底是这个阿根廷赢还是法国赢来得更快更多啊？什么意思呢？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去买什么美国总统选举的外围赌博啊，而是说你会发现美国的2个政党呢，什么共和党和民主党，基本上呢是反过来的。简单来说，你会发现，如果共和党的川普呢，他上台了，然后呢就会利好一些资产。那么当川普真的上台以后呢，那些资产呢就会暴涨。但是只要民主党的拜登上台之后呢，过去这些川普利好的资产就会瞬间的掉头下跌，甚至是暴跌。而这些拜登利好的资产呢，就会从底部很快的涨起来了。也就是说，2024年只要我们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之前呢，押对到底是这个川普赢还是拜登赢，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抄底。等到这个总统上台之后呢，我们的资产就会瞬间的反弹，然后飞龙在天的暴涨了。大家好，我是早医生。你知道华尔街的资本家现在都已经腾挪了资金，准备重新的布局了吗？他们叫做 Trump Trade， 简单来说都是在押川普赢，然后偷偷的提前买进川普利好的资产。为什么呢？因为拜登在第一次选举辩论里面，我也看了，表现真的是一言难尽的。甚至 CNN 爆料说，很多他党里面的高层都希望他尽快的退选。政治呢，我不太喜欢说，唯独这一次，我自己呢也是很关注的。川普当年是怎么当上总统的？他辩论的时候呢，只要对手希拉里讲话呢，他就打断，说这个人是骗子啊，是废物啊，是87啊，基本呢就不让对方讲一句话。然后呢，这希拉里就跟川普拼强势，拼不过嘛，最后呢就落败了。而拜登背后的精英呢，就学聪明了，他们反其道而行，不需要拜登在辩论的时候干赢川普，因为选举呢不是选一个辩论厉害的人的，而是选一个合适的总统。所以呢，他们就让拜登示弱，显示自己的无助，显示你这川普的无理粗俗，让选民觉得自己这个温文儒雅的老绅士被一个世俗的商人流氓在攻击。所以当时舆论上呢是一面倒的，都偏向了拜登。而4年后的今天这个辩论赛居然新增了一个规则，就是闭麦。简单来说，就是由主持人去 Q， 大家轮流的发言。我在讲话的时候呢，你的麦呢就要闭上，这样呢你就不能打断我的讲话了。听上去呢是有利于拜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拜登的反应很老大呢，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的原因，就是不太灵活，反应不过来嘛，答不上题的。所以闭麦呢就可以让拜登好好的去讲他提前已经预备好的稿子，不怕被川普刁难了。结果就是拜登他说着说着，突然间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就有一种老人痴呆的感觉。所以川普这一次呢，不需要做什么，反而他只需要很绅士的说一句我听不懂这个拜登在讲什么啊，然后就已经完胜了。很多中立的选民看完之后呢，都觉得自己要选川普了。也因为这样，无数背后的资本家也转了立场，好像已经提前的决定好，宣布川普要上台了。而对于我们商人和投资人来讲这场辩论我们关注的不是政治，而是里面蕴含着将会暴涨的资产的秘密。我不知道谁会赢嘛，但我也不可能等选举结束之后才告诉你要布局什么，所以我只能讲一些高概率一点的事情，就是现在形势就是川普赢嘛。那么如果这个人真的赢了，我们到底要把钱投去什么地方呢？要怎么去布局呢？如果你不想要掉入这4年一次让你变穷的陷阱，今天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如果你不想要错过4年一次财富重新大洗牌的暴富的机会，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总统选举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一直以来都是一场无数倍回报的暴力投资啊。美国以前为什么可以从一个殖民地然后弄成一个国家呢？这里面那些大地主啊、奴隶主啊，其实他们都直接砸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去的，就好像吕不韦扶持秦始皇的老爸一样的。在这个皇帝还是菜鸟的时候呢，就跟他说啊，我很看好你啊，然后一步步的把他弄成皇帝，直接就让自己身价翻无数倍啊。所以美国的大地主们呢也是一样的，当美国成为了一个国家之后呢，他们的特权甚至比总统还要大，所以他们支持谁，谁就可以去当总统。这过去呢，政治跟这个金钱是挂钩的，其实美国人呢都觉得没有什么的，很正常，对吧？
资本家跟政治精英呢，其实天然就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甚至有的时候，资本家就是政治的精英。但后面这些地主发展成了财团，他们越来越明目张胆，越来越明显了，甚至直接送钱给那些竞选人，然后呢，就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不满。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政治贿赂吗？那些总统还可以代表民主吗？所以现在呢，就没有了这种情况。但是你会发现，美国竞选人的背后呢，都会有一个叫做基金会的东西。比如说前段时间，那川普不就是快要弄到坐牢了吗？但如果你支持他，你就可以给他的基金会捐钱，帮助他渡过难关，从而赢得选举。那今天呢，我是身家几百亿美金的财阀，我想要赚个2-3亿给川普，有没有问题呢？是不是贿赂呢？这就不是贿赂了，这个就是支持民主的正义行为。我的钱呢，又不是给川普的，对吧？这个钱呢，是花在给他做竞选活动、打广告搞那个造势的演讲，跟贿赂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比如说当年加州的富豪呢，就捐了不少钱给奥巴马打广告，然后这个马兄呢赢了之后呢，就给了很多支持给这些加州的企业，比如说无数的加州企业呢就获得了政府的补贴。又比如说这川普当年有不少的美国的石油和能源企业呢捐钱给他造势，然后他上台了之后呢，就取消对这些传统能源巨头的税收。最重要的是，他力推美国传统汽车的制造业，还有那些高污染的高能耗的行业。如果算这个投资回报率的话呢，一个普通的投资散户呢，只要那段时间在抄底买了这些利好的公司的股票，他的利润呢至少也能翻个1倍，更何况是这些公司本身呢？所以有些财阀呢，甚至可以双边押注了，我不赌谁赢，我两边呢都捐钱，就纯粹表示一下我对民主的支持。所以第一呢，最简单，我们是不是只要挖掘到这些背后的金主们他们是干嘛的，我们就可以大概的知道应该要提前投资什么了，对吧？先说拜登，你会发现捐钱最多给他的是一个组织，名字呢是不太重要的，而这个组织的背后呢又是另外一个组织，所以呢是过了至少2层的。那么当你一层一层的剥开呢，你会发现你会压抑资金的来源呢，就是源自于索罗斯的。伟大的索罗斯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升息的过程里面做空一个国家的货币还有股市。简单来说，就是货币贬值的越厉害，股市暴跌的越厉害，这人赚的钱就越快越多。这人代表的就是做空集团。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拜登上台了之后呢，就升息了，无数的货币瞬间就贬值了，甚至有的国家还破产了。之前的影片也讲了，这个日元呢直接暴跌了50%，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股市呢暴跌了50%。然后拜登背后的另外一个金主呢，也是一个组织，但是这个组织的背后呢是一对夫妻，他们投最多钱进去的行业呢就是 AI 人工智能还有比特币。那么人工智能这4个字呢，这几年有多火，我就不需要多说了，对吧？什么 Nvidia、ChatGPT 之类的，比如说我们年头买进的 Nvidia， 现在涨成什么样了，对吧？还有比特币，我们年头呢就拍影片，这比特币我们会在突破什么价格买进，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卖，都有影片为证，不能造假的。结果后续就出现了比特币的 ETF， 还有减半，你现在的利润呢也有50%了，这样就是有钱人的游戏。所以重点来了，川普呢刚才也说了，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嘛，他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去签法案，签到手软，直接开绿灯，通过一切利好传统能源的法案，比如说砸钱进去这些能源的开采铺管道颁发各种各样的牌照因为美国底部呢其实是有很多石油的，为什么不弄出来拿去赚钱，甚至作为掐着全世界脖子的筹码呢？这时候呢我就懂了，巴菲特不是很喜欢抄底吗？为什么这1-2年这石油的价格暴涨，但是他越涨就越买呢？如果是他不看好石油的话，他就不会买而且川普呢也亲口说了，他会对很多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电动车加关税。简单来说就是你中国来美国卖电车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卖的比油车还要贵，毕竟美国现在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你全部变成电车了，那我还怎么卖石油呢？所以拜登呢之前搞的那些什么太阳能概念他上任的时候呢就涨得很不错嘛，但是川普一上任将会直接反过来，他会直接的废除一切利好新能源的方案。所以你买了这些公司的股票呢，小心这后面可能会有不少的调整但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2020年川普上台的时候，石油的价格却是跌到负数呢？负数的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今天你过去买个石油，你直接1分钱都不用付，
卖你石油的人呢还会主动给你钱的，只要你把石油扛回家就行了。原因就是石油太多了，这些石油呢放在你那边了，你还要付场地费，还要请人去处理它，就是说石油多到没有人想要了，供应呢是大于需求了。那这是不是因为川普他大量的开采导致了石油供应太多了，然后不值钱呢？有可能，但最大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呢，疫情嘛，大家都不外出了，飞机呢就放着不开，车子呢也是放着不开，那石油呢当然也是放着的。第二，美国成为了沙特出口石油的最大竞争对手，人家就跟你打价格战嘛。上一部影片呢有详细的讲，但石油跟石油有关的公司呢，在20年跌到谷底之后的几个月就开始不断的反弹，很多人都翻了几倍。因为川普呢就推出很多支持这些传统能源的政策，以及降息印钱来救股市，所以从川普上任来说呢，这些资产呢最后都是涨的。也就是说，我们投资股票并不是说我看好一个行业然后我就进场，不能这么儿戏了。比如说，如果你在石油最高位的时候去接盘的那些相关的公司，那么一个疫情呢，你直接就破产了。但是石油本身是有问题的吗？是这个行业和公司有问题吗？不是的，因为最后呢还都是涨回来的，只是因为你买入的时机不对，以及完全对风险管理呢是一无所知的，你没有任何离场的机制，允许自己亏损呢是超过5%以上。最重要的是，你是在玩一个赢就赢1块，输就输100块的游戏啊。那么你长期这样玩下去呢，你投资什么呢都将会输到只剩下内裤。所以如果你手上有1-2万美金以上的闲钱，但是这是你辛苦存回来的，你更不应该把它暴露在风险之中，而是要学会步步为营，只在最简单的牛市暴涨的趋势里面去做投资，然后在你看错方向的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而且我们不但要玩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玩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抛个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就只是亏这1块。如果你希望学习这套规则和方法，接下来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快要下架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吧。那么川普甚至说整个共和党走得最亲近的就是医疗的巨头们。各位，疫情的时候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呢？卖疫苗啊，卖药啊。而这一次川普也说了，他上台之后呢，就会打击其他国家卖给美国的处方药的价格，变相呢就是提高了美国医药公司的竞争力。同时一些医疗政策呢肯定也是会倾向于这些医疗巨头的，利益交往呢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呢我们也准备布局这些公司的股票，当然还有其他的，详细呢你看完了免费股票投资班，我邮件私底下告诉你。简单来说呢，川普的背后呢就是一些工业啊、能源啊、医疗、银行资本，而拜登背后呢是科技、媒体和娱乐资本，但金融资本呢两边都是有的。所以对于新手来说呢，你不懂选择股票的话，那么你看好谁，然后就压他利好的行业的 ETF 也是不错的选择啊。那这部影片最大的重点就来了，美股现在都涨了那么多了，还会继续涨吗？我们能不能直接买指数的 ETF 呢？各位，川普这次回来的目的呢，就是要报复拜登还有他的民主党的。而拜登以前是怎么玩经济的，川普呢就反过来。你会发现拜登和他背后的精英更擅长玩金融收割，就3招嘛。第一步，挑起矛盾。你看他上台之后呢，全世界的战争不就起来了吗？欧洲本来长期都是跟俄罗斯买天然气的，现在呢就只能跟美国买了。然后第二招呢就是升息，把美元吸回来美国，让美元升值，全世界的货币呢就贬值了。然后就用升值的美元呢去买人家贬值的资产。很多影片呢也说了，这呢是一套七伤拳，杀敌1000，自损800的。所以第3招，为了防止美国经济变得很差，他就欠下了更多的钱，然后政府呢就花更多的钱去刺激美国的经济，建立这个通膨。简单来说，美元呢就会升值。所以呢，我也说过很多次，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几年呢都一直持有美元的原因。最简单，我可以拿着升值的美元去贬值1半的日本去消费，这感觉呢就好像我没有花过钱一样。听不懂的就看之前的影片吧。而川普呢，基本上呢是反过来的，全都是在刺激通膨的。简单来说呢，拜登玩的是收水，那川普玩的就是大放水。
比如说他之前上任的时候呢，就推出了无数减税的政策，尤其是帮企业去减税了，直接从35%降到21%。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你公司呢一年就赚了100亿，35%呢都交税了，你的利润剩多少呢？你只有65亿了。但是现在川普减税了，是不是说你的利润就直接提升到79亿呢？那这些公司赚的钱瞬间呢就会变多，有更多的钱去做生意，去研发项目和产品了，这雪球是不是就会滚起来呢？那你是投资人，你会不会投更多的钱进去呢？所以股价是不是也会跟着提升呢？还有川普上台的时候呢，美股当时也是很厉害的，但是他不会去打压这美股，反而去逼着美联储放水印钱降息，直接让美股就起飞了。当然疫情的时候呢也崩过一次，但很快又放水印钱降息，然后又暴涨起来了，涨得比之前还要多。所以减税和降息的双管齐下呢，美股依然会涨上去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就看历史嘛。自从1960年到现在，只要是选举的那一年呢，美股基本上都是暴涨的，唯一例外的就是2年嘛，就是00年的互联网泡沫，还有08年的金融危机。所以大概率的事情哦，就是选举年美股会暴涨，少概率呢就是经济会崩盘，然后股市也会崩盘。这也是为什么我年头一开始就教大家买美股的原因。你回去看我1月份的影片，因为是牛市啊，你闭着眼去买什么指数的 ETF， 你现在的利润也至少是20-30%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免费股票投资班教大家的投资的第一步就是要取易不取难的原因。我们不需要经常去交易的，因为股市里面有3/4的时间，你只要去交易，你基本上呢，要不就是赚不到钱，要不就是亏钱。但是大部分的人呢，每天都去买股票，结果就是长期下来输多赢少了。所以这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一个人之所以觉得很难呢，觉得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容易，那每个人都会发财了啊。这个就是认知所带来的局限。我觉得开车呢是很简单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开车呢？我觉得开兰博基尼很厉害的，但有多少会开车的人连在兰博基尼点过火都不会呢？这就是认知局限了你的水平和格局。所以真的，我希望最起码你看完了免费股票投资班之后，你能够先做到不亏钱，而且让你知道我和我弟子得到的一切结果呢，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遥不可及。这样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回到重点，大选年大概率会涨了，但是涨的幅度每个月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会发现啊，年头的时候会涨得非常的厉害，但下半年呢，简单来说就是夏天之后，股市呢就没有涨得那么厉害了，波幅呢也会变大，就好像现在一样，一开始呢涨得很厉害，但越接近选举呢，涨得就没有那么厉害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如果我是总统，然后要重新的去选举，我就要争取连任嘛，那我可以怎么做？第一件事呢，就是在选之前的那一年呢，放钱出来推高股市啊。比如说跟比特币、跟 AI 有关的，也就是拜登利好的股票呢，涨的都是最厉害的呢。而我们投资人也懂得这一点，所以我们呢也会提前的去布局，把钱砸进去。这时候投资的市场呢都会很兴奋的。然后呢，后面越快要到选举的时候，钱都砸得差不多了，不会有更多的资金进来了，而且不确定的因素也慢慢的变多了，因为连谁能当上总统呢都是不一定了。最重要的是，前面我们赚的钱呢都赚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就可以选择获利离场，可能卖掉一部分的股票，可能是全都卖了。也因为这样，你会发现大选年的第2年呢，经常就会出现美股掉头下跌，甚至是崩盘的情况。因为之前很多隐藏起来的问题呢，选举之后就会默默的浮现出来。美国崩盘最厉害的就是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嘛，还有最简单的01年呢，是不是互联网爆破了？这些呢都是选举之后的第2年发生的。所以简单来说，美股最近呢依然还是牛市，整个趋势呢都是向上的，但可能就是进入到牛市的第3阶段。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简单来说呢，可能会突然间涨得很快，但同时呢也会跌得更快，波幅呢也会比较高。可能昨天是100块，今天就涨到110，明天呢就跌回了90了。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呢，风险呢就会增加，我们止损的机会呢就会比较大，也就是说赚钱变难了。所以对于我们选股呢，还有买卖时机呢，就会变得更加讲究。
不是说好像年头一样，只要我们闭着眼无脑去买就对了，因为股价就好像飞机起飞一样，你在什么位置买进，到头来都是涨的。而现在如果你买错了，你很大的机会就会被套牢，就算你今天赢了，明天又有机会被套进去，长期你这样玩下去的话，输钱了就会多过赢钱。所以我现在也不会很高调的去推你买什么，因为不重要，反而我希望你去学会一套策略和计划，这甚至比技巧更重要。所以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免费股票投资班。而今年过后呢，虽然说我们跟趋势的话它依然是牛市，但历史告诉我们明年可能就会开始下跌了，所以我们的交易呢也会比年头更加小心很多。但会不会崩盘呢？这个你期待一下，我之后的影片就会讲了。那么刚才也说了，川普上台呢就会降息和放水，通膨呢就会变得更厉害，美元就会因此贬值，所以黄金跟贵金属呢，或者是相关的行业，也就是美元的替代品，就有可能会上涨了。还有，如果川普上台是放水的话，那么现在最利好的资产呢，就是短期的国债。我自己会看摩根斯丹利的分析，最近呢就是在呼吁我们赶快去买美国的短期国债，然后卖掉长期的国债。什么意思呢？之前的影片也说了，比如说降息的时候呢，短期国债的利息呢也会大概率跟着跌，所以呢短期国债的价格呢就会涨。这段时间呢，巴菲特也持有大量短期的美债，但是我自己呢就不会买美债，原因呢之前的影片也说了。所以简单来说呢，美国大盘的趋势呢是涨的，但是在短期的波动呢就会比较大，甚至在选举的第2年就会下跌。而川普上台呢也会利好一些股票，同时拜登这段时间涨得很好的股票可能就会出现翻转，而美元呢可能就会因为川普降息和放水而变弱，黄金跟其他的替代品还有短期的美债就会变强。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川普能够赢。那么你又会怎么去下注呢？欢迎各位在下面留言跟我讨论和分享。而我预告一下，下一部影片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一定要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